江迅此时和这只14岁的老狗玩起了捉迷藏，因为他不断的咆哮已经触犯了眼前男人的底线。他本以为年事已高的自己可以在家作威作福，即使面对9个月大的婴儿也可以肆意妄为，但谁知主人却请来了这个天杀的克星，让自己倚老卖老的计划请客变成了泡影。14年以来，佩洛一直是主人心中最完美的狗，它乖巧可爱，是生活中最佳的陪伴。但随着这个人类幼崽的出现，家里久违的平静却悄然被打破。佩洛冒着晚节不保的风险奋力向他开战，他如同一个没有戏份的演员，拼了命的想吸引注意，似乎想把那消失的聚光灯重新凝聚在自己头顶。此时唯有监护人轻轻的抚摸，才能化解他那溢出来的嫉妒之情。每当看见母子俩在面前亲昵，佩洛总会跳出来横插一脚，他近在咫尺的吠叫，仿佛透露着驱逐之意。尽管母亲想让这一老一小达成和解，但这美好的愿望却随着佩洛的倔强而破灭。母亲与佩洛，女儿和云仔，将这个不大的房子分割成了2个世界，这和他们的预期完全不一样。1个月大就被领养回来的佩洛一辈子都温温顺顺，但谁知云仔的出现却让他摇身一变成了捣蛋鬼。对母亲来说，她和女儿一样都是自己的孩子，但看见年迈的佩洛化身为进击的巨人，丝丝的苦涩也爬上了他的心头。不过佩洛显然并不理解主人的心意，他开始报复性的乱拉乱尿进行抗议，似乎这样就能让那个凭空出现的幼崽彻底远离自己。年迈的狗狗往往需要更多的睡眠，但云仔的哼哼唧唧却让太上皇从梦中惊醒。他先是低垂拉伸活动气血，然后火力全开不住的骂骂咧咧，大有一种不把起床气发泄完就誓不罢休的架势。忍无可忍的女儿只好把他抱到安全门外，但后者却丝毫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。年迈的佩洛似乎有着格外的执着和毅力，他恨不得24小时展示自己所唱的交响曲。他用生命在呐喊，想赶走云仔，但谁知后者却全然不在意，甚至一笑置之。母亲甚至怀疑孙子的听觉是否出现了问题，但医生却说他很健康，不用担心。经过节目组的检测，佩洛的叫声足有100分贝，这等同于火车经过时的噪音。如果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下，难免云仔的听力会出现问题。母亲深切的担忧也不无道理，所以他们就在家里隔绝出了2块区域，尽可能的把风险降到最低。虽然这实属无奈之举，但对双方却大有裨益。随着朋友们的到来，他们开始了宝妈茶话会，孩子们也尽情享受着难得的社交时间。佩洛似乎对突然出现的几个人类幼崽感觉新鲜，但在逐个嗅闻之后，他又失去了兴趣。虽然这样的一反常态令大家有些费解，但在他朝着学步车上的云仔狂叫时，大家就瞬间明白了，他只是对这个9个月大的幼崽情有独钟而已。怒火再一次如同洪水般倾泻而出，即便是最爱的玩具也无法遏制住进击的步伐。母亲只好把他抱走，让这场风暴赶紧停歇。朋友们一直觉得佩洛的情绪很稳定，也许是他觉得云仔横刀夺爱了，所以才变得暴躁无礼吧。其实女儿最大的担心就是自己产假休完复工后，母亲独自面对2个宝贝可能会焦头烂额，一边要照顾云仔的生活起居，另一边又要应对佩洛的突然袭击。就单单为辅食的30分钟，佩洛也能来一场无人观看的表演，声音是他想夺回所爱的最后武器。1天的照顾让母亲身心俱疲，她记不清有多少次把佩洛赶出门外又放进屋里。静谧的夜晚，云仔终于入睡，而闹腾了1天的佩洛也熬不住躺在了母亲怀里。在这个随时可能离去的年纪，如果母女俩不让他吠叫，给他留下压抑的回忆，那自己心里也过意不去。但看着母亲疲惫的神色，女儿也开始怀疑自己复工是否是正确的选择。焦虑和担心像一座大山压在母女心头，他们始终找不到可以和问题和解的办法。当刚成为父亲的训犬师和监护人一顿寒暄后，他就开始了对佩洛的观察。从母女口中得知，狗子偶尔也会对云仔做出威胁性动作，他心中基本有了结论。他让女儿先把孩子放置在安全区域，再让所有人都进到房间里去。此时的佩洛如同精灵多比般开始了对云仔歇斯底里的狂叫，接下来便是勇者和恶龙的对峙时间。他先将背包扔到地上，营造一种震慑的氛围，再用身体不断格挡压制住他那嚣张的气焰。2部曲还没结束，佩洛就开始逃之夭夭，原来他就是个纸糊的老虎，不堪一击。在短暂的交锋之后，江迅内心就明了了，佩洛的种种行径也和监护人脱不了干系。陪伴主人14年的他一直都过着骄奢的生活，撒娇对他说是信手拈来的本领，甚至母女俩也没有任何抵触之心。但随着年龄的增加，他心中的固执却愈发疯长，家人重心的转移也让他的恶念开始发芽。作为新生儿的云仔基本上24小时都要待在家里，但佩洛却视他为敌人，让家里不得安宁，甚至趁着监护人照顾孩子期间，他还偷偷碰触过云仔的脚，若是危险发生，恐怕会悔之晚矣。但母亲把佩洛赶出门外没几分钟又放进来的行为却震惊了江迅。要说监护人的错误行为还不止如此，每当佩洛捣乱时，他们都会用玩具来吸引他的注意，似乎这就是平息他怒火的最佳方式。虽然女儿的急切之心可以理解，但这样的行为就意味着他们默许了佩洛的表演。
后者会觉得原来自己的吠叫竟还有奖励，他会一次又一次地加大演出频率，只为博得主人那早已倾斜的注意力。所以一切的根源并不在无辜的云仔身上，而是母女俩的原因。当之前训犬师让大家都进屋时，佩洛只是被轻微制止就失去了对云仔的兴趣，可见他的目的只是为了吸引监护人的注意而已。只要他们表现出对云仔的些许关爱，那被极度淹没理智的佩洛就会开始疯狂进击，想把那本属于他的光环重新夺回。母女俩怎样也没想到，原来自己付出了全部的爱，却亲手培养出这样一只会嫉妒的魔鬼。每当看见人类幼崽独得宠爱的样子，那疯狂滋长的阴暗就会在他身体里肆意蔓延。江训称，曾经监护人对佩洛是有求必应，但云仔的出现却让他们对佩洛的回应越发迟缓，心中堆积的不满让他逐渐失去理智，于是他就把云仔当作了发泄怒火的对象。但监护人却还有一个疑问，为什么每当云仔坐上学步车时，佩洛就会叫得格外大声呢？是不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大一点的玩具也属于他的原因呢？江训告诉女儿，佩洛很可能是在保护云仔，因为在他心中自己就是此地的统治者，所以他会觉得这个人类幼崽是他的，对其他的孩子完全不感兴趣。这意料之外的答案也让监护人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。对于年迈的佩洛来说，身体老化本就会带来不小的痛苦，再加上云仔的出现又让生活骤然突变，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老了还要承受这种痛苦，对现实的不接纳让他自然发动了反击。所以江训告诉女儿，可以在屋里四处走动一番，这是宣示主权的行为，告诉佩洛，我的地盘我做主，你不要肆意妄为。训犬师昂首挺胸，如同一位礼仪大师，他告诉监护人要大刀阔斧地往前走，拥有镇定自若的气势也十分重要。坚定的步伐透露着自信的气息，举手投足之间要有我才是家中王者的派头。训犬师说，最好在云仔不在时再训练，否则孩子的哭闹声会加重佩洛的负面状态，这样是无法达到预期目标的。只有母女俩重新获得家中的主导权，才能减轻佩洛对云仔的执念。曾经的他们一切都以佩洛为主，他们用溺爱浇筑了一个王座，亲手为他戴上王冠，成为太上皇，给予了他支配所有的权利。泛滥的爱心把他引向错误的道路，爆棚的圣母心也让他变得歇斯底里。只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他们才能彻底改变一手造就的毛孩子。训犬师让监护人用零食吸引狗子过来，然后用椅子告诉他什么叫不可以，勇敢地对他说不也是母女俩必修的课题。训犬师告诉母亲，不能佩洛一撒娇他就变得心软，这对于训练没有任何增益。当佩洛再次靠近想卖萌求情时，母亲直截了当的拒绝，得到了训犬师的肯定，但佩洛的眼神中却充满了难以置信。他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格挡，以此来纠正佩洛主次颠倒的行为。每一只为所欲为的狗狗背后都有一位过度宠溺的主人，所以需要改变的不仅是问题犬，还有那为其助力的监护人。训犬师说，第二点就是要把佩洛和云仔的休息地方分开，可以把他的坐垫搬到远些的地方，然后把食物可以放到厨房，让佩洛和云仔的作息安排有个时间差，这样让双方都能充分的休息。接着他要让佩洛学会听从指令，当母亲叫他回到狗窝里时，只要他能听话照做，那就给予零食作为奖励。只要不断重复这个行为，佩洛就会养成回到狗窝就有零食吃的记忆。如果云仔在客厅里活动时，主人可以让他回到垫子上待着，他就不必被动的和云仔待在同一空间里，这样他也会更加安心。几天后，一家人来到江训的训练基地，监护人开心地告诉他，佩洛的状态已经好了很多。但仿佛对此话不满般，佩洛又开始了他那拙劣的表演，连续的大叫让江训的话无法继续。他追着佩洛跑起来，为监护人展示什么叫雷厉风行。老狗心中狂喊救命，眼神中透露着无尽的怅然。他用行动告诉一家人，狗子无礼时如何回应才叫决绝。他让母亲和佩洛玩起丢玩偶游戏，但后者却叼住就不松口，往远处跑去。江训脸上一副他果真还是如此的表情，本应是你来我往的环节，现在却变成了佩洛一只狗的独角戏。这该死的占有欲让大家似曾相识。为了矫正他的心理，他先让母亲把玩偶放在地上不要松手，接着再放到半人高的椅子上，最后让母亲拿着玩具起舞，一副我才不要和你玩的神情。这一套连招行云流水，目的是打破佩洛固有的认知习惯，得不到就抱怨是劣根性，什么时候你安静下来或者趴下我才会给你回应。有时候监护人一着急行动就会变快，这样也会影响狗狗的情绪，让它变得不稳定，所以主人心态的平和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。出门的时候，监护人往往会先打开门让狗狗出去，但这样会让他们对自己的身份产生错误的认知。他让母亲不断在栅栏前对佩洛格挡，让他知道未经监护人允许自己是不能出门的。在一系列的训练后，佩洛也应该明白了家里的主次地位，如果他能服从主人的命令，摆正自己的位置，说不定之后还能和云仔成为朋友。溺爱是一把涂了蜜的毒箭，在短暂的甜蜜之下埋藏着的是长远的祸种。养儿不教，实乃主人之过，一味的纵容只能换来无尽的恶果，赏罚分明也是对狗狗另一种的慈爱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